我的竹马和哥哥都爱上了新来的贫困生江冉，他们一个背弃了和我的婚约，林烟雨这种大小姐我可无福消受，一个忘记了妈妈的遗言。江冉太可怜，我把对你的疼爱分出一半给她不算过分吧。竹马在我生日时选择陪江冉，哥哥在妈妈忌日当天和江冉母女开心聚会。他们陪着江冉去港城领取设计大奖时，我一把火烧毁了留存我们3人记忆的房子，死遁离开了京城。可当我的死讯传到港城时，2个早已厌弃我的男人却又疯了般连夜回京，跪在烧毁的房子前泣不成声。我最后一次对陆文昭提起我们的婚约，满屋子的人先是安静，接着去到陆文昭不耐烦的表情后，瞬间就哄笑起来。什么年代了，还有娃娃亲这种封建陋习啊！我们林大小姐一向心高气傲，这是有危机感了。我没有理会这乌烟瘴气的笑闹，只是望着坐在沙发上的陆文昭，他衬衫衣领微敞露出的脖梗和锁骨上隐约有几片痕迹，我的心像被很细的针刺中，连痛意都是后知后觉的。那时候年少不懂事，才会答应这种荒唐事。陆文昭抬眼唇角的笑意淡而讽刺，他有些懒散地看我一眼。林烟雨，我们现在都长大了，小时候的事就算了吧。我怔怔然看着他，刚想说什么，房间的门被人从外推开，江冉穿着服务生的制服，端着托盘进来。他看到我就瑟缩了一下，小声嗫嚅：“姐不是林小姐。”说完又渲然欲泣般飞快看了一眼陆文昭：“对不起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？”江冉颤着声音说完，想要放下托盘离开，陆文昭却忽然抬脚踹翻了面前的茶几，酒杯碎裂，玻璃四溅，我的手臂被碎玻璃划伤，血珠溢出，钻心的疼。可陆文昭看都未看我一眼，铁青着脸走到了江冉跟前，他抬手有些粗暴地扯掉他身上镶荷叶边的围裙。江冉，我有没有说过不许再出来打工？江冉连忙乖巧点头，却又红了眼，怯怯开口：“我只是不想一直拿你们的钱，你和哥哥已经给了我太多了，我自己打工也可以赚取生活费的，但我会心疼。”陆文昭将围裙扔在一边：“你现在就跟我回去，以后再让我看到你出来打工，你去一个地方我就让人砸一个地方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忽然回头看向我：“还有谁在仗势欺人，就别怪我不念旧情。”我捂着淌血的手臂，在一世喧嚣凌乱中面无表情地与他对视。这家会所是我们林家旗下产业，陆文昭以为江冉来这里打工是我在故意欺负他，但可笑的是，江冉如今被他和我哥捧在手心里，保护的犹如小公主一般。他早就有了花不完的钱，又怎会自讨苦吃跑来打工？但我也清楚知道，就算我说出来，哪怕找来这里的领班作证，陆文昭也不会信。在他眼里，如今的我就是恶毒的反派女主，仗着家世欺压白莲花女主，无恶不作。林烟雨，陆文昭将江冉揽在怀里护住：“你这样的大小姐，我无福消受。所谓婚约就算了吧。”他这句话说完，屋子里再次陷入了死寂。江冉小脸惨白，抖成一团，往陆文昭怀里钻，身边的几个朋友也一脸警戒地看着我。我忽然觉得挺好笑的，确实江冉的妈妈介入我们家，而江冉介入我和陆文昭之间后，我应激过也闹过，毕竟原本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偏爱，全都开始无条件向江冉母女倾斜。我这样娇惯的大小姐怎么能忍受呢？但我闹过哭过的结果，却是将身边的人都推到了江冉身边，而如今我早已累了倦了。好啊，我无比平静地点点头，缓缓向前走了几步。陆文昭下意识将江冉护在身后。林烟雨，你想做什么都冲我来。我松开捂着伤口的手摊开，雪白的掌心一片嫣红，血迹弥漫。陆文昭唇角微抿，原本疏冷的眼底似有了些微松动，但此时江冉却忽然从他怀里挣开。林小姐，你别为难学长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该出现，不该打扰你们。他说着，眼泪适时纷纷跌落，我现在就走。江冉，我说了，万事有我。陆文昭瞬间心疼的不行，他一边给江冉擦泪，一边又看向我，那些松动早已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只有厌弃。林烟雨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死缠烂打？我直接打断了他，解除婚约可以，东西还给我。陆文昭一怔，什么东西？我抬手解开脖子上的红绳，红绳下坠着一块玉牌，是当初2家定下婚约时陆文昭妈妈给我的传家宝。我妈妈给她的更贵重，是以前宫里流出来的东西，还被唐朝的高僧加持过。玉牌还你，手串还我。陆文昭的脸色渐渐冷凝，他的视线落在我手中的玉牌上。15岁开始就在梅里过身，我有多宝贝，圈子里无人不知。你以为都像你那么甜？陆文昭劈手将玉牌拿走，什么破烂玩意儿都随身带着，舍不得摘。他最后冷冷看了我一眼。我回家找到，会给你从此两清。我回家时，哥哥李墨白正在客厅等我。烟雨，有件事我要和你说一声。他递给我几沓厚厚的文件，这栋写字楼我打算转到江冉名下，让他收租。他吃尽了苦头，如今到了咱们家也该苦尽甘来了。我看了一眼那些文件，那栋楼是妈妈的遗产，是妈妈从娘家带来的产业。我面无表情地拿起文件直接撕了。烟雨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李墨白推了推眼镜，很不赞成地看向我。上次你把冉冉从楼梯上推下来的事，我已经帮你摆平了。冉冉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就算给她一栋楼也不算什么。你忘了妈妈的遗言吗？李墨白瞬间沉默了。妈妈临终前曾拉着哥哥的手不肯放，让他发誓会一生一世守护我、照顾我、疼爱我，绝不会让任何人给我委屈，也绝不会让任何人抢走属于我的东西。我没忘，但是烟雨，既然江冉现在也是我妹妹，那我把对你的疼爱分出去一半给她，不算过分吧？烟雨，你太任性太跋扈了。林墨白轻叹，你怎么就不能向冉冉学学呢？我想笑，可眼泪却先一步夺了眶。林墨白，妈妈的东西谁都别想拿走，你想给江冉东西可以，林家的东西你想给多少给多少，林家哪有什么好东西？林墨白忽然进了声，是啊，
林家哪有什么好东西？从人到物没有一个好东西。我将撕碎的文件丢进垃圾桶，转身上楼。过几天是妈妈忌日，别忘记了。我怎么会忘？林墨白讪讪笑了笑。你早点休息，哥哥去书房加会儿班。我没有应声，也没有回头。那一夜我没有合眼，将这栋房子里所有和我们仨相关的东西全都整理了出来。照片烧掉了，能摔碎拆掉的都摔碎拆掉，能送人的打包寄送到福利院，余下的也只剩下这一栋处处带着回忆的小房子。这是妈妈嫁到林家时，林家唯一的小别墅。后来妈妈死了，我和哥哥都舍不得搬走。再后来爸爸搬出去和江冉的妈妈住一起了，哥哥也渐渐很少再回这里。陆文昭曾经每天都要过来找我玩，但如今也有很久没来了。我在露台上抱着妈妈的遗像，哭了好一会儿，才在哭泣中睡着了。我生日的第2天就是妈妈的忌日，当年妈妈硬生生撑到我过完生日才咽气的。那时候我哭得昏天暗地，陆文昭一天24小时不敢眨眼的陪着我，也陪着我度过了此后8年8个生日。这是他第一次缺席，不过也无所谓了。但陆文昭没来，江冉却阴魂不散。他的朋友圈刷屏了一整个晚上，也有好事者给我直播了1个晚上，实在是找不到理由庆祝。学长说，那今晚就给你的平板过生日吧，其实只是想要找个借口吃蛋糕而已啦。漂亮昂贵的双层蛋糕香槟塔，被包包和漂亮衣服簇拥的戴着王冠的小公主，笑得眉眼弯弯，含情脉脉看向身侧的人。陆文昭也温柔笑着看着他，他们是如此登对。我退出了微信，将手机扣在桌子上，闭了眼，对着蜡烛许愿：妈妈请保佑我顺顺利利，妈妈请保佑我永远远离这些烂透了的人。妈妈忌日那天，我等了好久，爸爸倒是派人送来了一些祭品，但林墨白一直没有出现。我打去电话，连着3个都没有人接，第4个被接起来了，却是江冉妈妈的声音：是烟雨啊，你找墨白有事吗？今天是我妈妈的忌日。哎呀，是姐姐的忌日，你看看我们真是该死。今天我的小狗刚下了崽，墨白和冉冉都稀罕的不得了，就把正事给忘记了。这会儿过去好像也赶不上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阿姨，谁的电话？是烟雨的，她好像生气了，怎么办啊？墨白，喂烟雨吗？林墨白的声音响起，我直接切断了电话，将她的号码拉黑。墓碑上，妈妈在黑白照片上望着我笑，笑得慈爱而又温柔。这是人间的4月天，我跪在地上，却像是坠入了冰冷的渊底。我抱着妈妈亲了亲，没关系的，至少有我，永远都不会忘记妈妈。从律师那里回来，刚回到那栋小房子，却意外看到了陆文昭他们3人。江冉被他们俩簇拥在中间，他捧着一大束花，开心不已。见到我，林墨白率先开了口：烟雨，你看冉冉多棒，她的设计搞得了国际大奖，我也只是想要追赶姐姐的脚步而已。江冉一副特别腼腆谦虚的样子。陆文昭拿着设计稿嗤笑了一声：追赶她？他拜了名师也没拿到1个奖，这玩意儿还是看天赋的。冉冉，你不要妄自菲薄。我的视线忽然被设计稿上的线条吸引，忍不住上前2步从陆文昭手里夺了过来，一张一张都和我的底稿相差无几。江冉是偷了我的底稿才得奖的，你偷了我的设计稿，江冉你怎么这么无耻？我气得全身都在发抖，忍不住抬手就要打他，可我的手刚举起来就被陆文昭狠狠攥住了手腕，接着却是极重的力道袭来，我被推倒在地上，摔得狼狈不堪。林烟雨，你从小任性跋扈，我忍你很久了。江冉得奖靠的自己实力，你说他偷你稿子，你有证据吗？拿不出来你就是污蔑。姐姐，我真的没有偷你的设计稿，你一向讨厌我，我哪有机会接近你的电脑呢？江冉委屈的哭倒在了陆文昭怀里，我猛地看向林墨白，我的电脑一直放在书房，常去书房的只有他，而林墨白却心虚的移开了视线。事到如今，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林烟雨，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？陆文昭居高临下看着我，那串火红的手串被他随手扔过来，跌落在我身侧地上。我真不懂当初我为什么会喜欢你。我目露嘲讽的抬起头，正欲说什么，视线却被江冉脖子上的项链吸引。当看清楚后，我瞬间气得浑身发抖。那是一条郁金香形状的钻石项链，是妈妈留给我的。林墨白，你凭什么把妈妈留下的项链送她？我指着江冉，双眸赤红。林墨白紧抿着唇，似有些不安。烟雨，江冉已经低头垂泪，伸手欲把项链摘下来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是阿姨的遗物，我这就还给你。他边说边滴下泪。林墨白瞬间心疼不已。冉冉不用摘，这是我送给你的。说着他又看向我，项链是死物，冉冉喜欢便给他吧，哥哥会买一条更好的送给你。我心底如凌迟一般痛，声音都在抖。这是妈妈留给我的。林墨白，你没有权利做主，更何况我就是扔了砸了，都不可能让小三的女儿拿走。林墨白脸上羞恼之色一闪而过。烟雨，你对冉冉的恶意不要那么大，长辈的恩怨和他有什么关系？江冉捂着脸嘤嘤哭泣，陆文昭上前将他护在怀中。烟雨，你别太过分，再说了不就一条破项链？冉冉，我们给他。他摘下项链狠狠扔到地上。走，我现在就去给你买一条更好更贵的。林墨白看我一眼，叹了一声。烟雨，你为什么总要这样不懂事，把事情闹成这样呢？冉冉这么可怜，你却容不下她。你一个女孩子，为什么不能学着善良一点？还有设计稿的事，烟雨，你得到的已经够多了，大奖你以后也有的是机会拿。但江冉不同，她现在需要这个奖镀金，才能在圈子里站稳，才能被陆家人慢慢接受。她试图拉我起来。烟雨，滚！我推开他的手，忽然笑了。
哥哥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喊他，也是我最后一次这样认认真真看着他，你一定会有报应的。林墨白蹙了蹙眉，却不敢和我对视。烟雨哥哥以后会补偿你。说完，他就匆匆追着陆文昭和江冉离开的方向而去。我蹲下身捡起项链，将它贴在胸口，久久未曾动作。我没有哭，没有落泪，原来人难过伤心到了极致，是连一滴泪都落不下来的。夕阳沉落了，万物都被那片血色吞噬。天气预报说气温连日回升，天干物燥，要小心灯火。深夜，我将厚厚的书信扔进火堆，又拿起照片。陆文昭与林墨白二人一左一右站在我身边，每个人脸上的笑容无比灿烂，但如今再看只觉讽刺可笑。照片尽数点燃，上面的笑容也逐渐消失，变成灰烬。我的眼眸被火光盈满，燃烧坚信的内容被我窥到几分。哥哥说我会永远疼爱妹妹，保护妹妹，让烟雨做一辈子的小公主。陆文昭说我长大后一定会娶烟雨，让她做我的妻子，我们要生2个宝宝，男孩是哥哥，女孩是妹妹。他们都曾认认真真对我许下承诺，他们都曾说我比他们的命还要重要，但如今信件陈旧发黄了，黑色的笔记不知何时也开始褪色，就像那些可笑的誓言，总会随风而逝。信燃烧殆尽，烫到了指尖，我松开手，任由它飘然落到地面的礼服上，火光越来越大，点燃了窗帘和木箱，有滚滚浓烟飘至室外。我站在原地，脸被热浪熏得绯红，眼中也因烟雾泛起泪光。陆文昭忽然打了电话过来，我没有接。很快林墨白再次打来，我仍旧挂断了，预备将他们的号码删除拉黑时，陆文昭给我发了一条微信：烟雨，不管怎么说，冉冉都是你妹妹，我还是希望在她人生中重要的时刻，你能恭喜她，她也很希望得到你的祝福。明天我去买一些你喜欢的珠宝，回去时送给你，以后不要任性了。林墨白的微信也跟着发了过来：烟雨，哥哥答应你以后一定会加倍补偿你，还有妈妈的项链，哥哥再定制一条一样的，原谅哥哥好吗？我很想笑，也终于忍不住笑着落下泪来。我回复了2条信息，给陆文昭的是我不会祝福他，只会诅咒他们母女一起下地狱。给林墨白的是你怎么不去地下求妈妈原谅你？回复完，我直接拉黑了，删除了他们的所有联系方式。我拉着箱子最后看一眼盛满回忆的别墅，转身头也不回的离开。该处理的东西都已经处理掉，我再无留恋。我走后不久，燃烧的蜡烛被夜风吹倒，一开始只是小火苗，但干燥的空气助长了火焰，让它烧得越来越大，直至火舌将整栋别墅吞没，承载了万千回忆的房子化成一片废墟。林冉身着高定礼服等在台下，即将上台领奖。陆文昭的手机铃声在此时响起，他心生烦躁，拿出来想要关掉，却无意间看到屏幕上弹出来的微信：文昭速回电话，烟雨出事了。陆文昭嗤笑，想到林烟雨刚才回复的那条信息，心头越发厌恨，漫不经心回复他又在耍什么花招。江冉马上便要登台领奖，他根本没精力和心思搭理林烟雨，这时候出幺蛾子，无非是想破坏江冉领奖。朋友的电话很快打过来，他不耐烦地掐断。江冉紧张地看过来，学长，我有点紧张。陆文昭握住他的手，放轻松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台上念到江冉的名字，陆文昭躬身为他拎起裙摆，聚光灯照在他身上，这一刻他是人群的焦点。江冉深吸一口气，面带浅笑，一步一步走上台。手机铃声再次响起，陆文昭接通，耳边传来朋友黄吉的声音：文昭，烟雨出事了，昨晚林家的别墅起了火，等发现时已经烧成了废墟，烟雨还在房子里一直没出来，警察说凶多吉少了。陆文昭闻言不由冷笑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，你告诉林烟雨，让他死了这条心。不等朋友再开口，他直接挂断电话，未免麻烦索性关机。刚收起手机，林墨白的手机铃声也跟着响起，是同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，他正要接，陆文昭却直接摁断了，是林烟雨又在闹幺蛾子，别理他，冉冉的颁奖礼要紧。林墨白蹙眉，他又想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兴风作浪，想要骗我们回去，不想看着我们陪冉冉领奖，想让冉冉伤心罢了。林墨白眉宇蹙得更深，也关了手机。他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烟雨太骄横，这次我们也该给他个教训。陆文昭冷笑，说的没错。台上掌声雷动，陆文昭和林墨白也跟着鼓掌，视线一直落在那抹袅娜的身影上，而江冉也甜笑着望着台下的他们。能拿到这个奖，我要感谢2个人，我的学长和哥哥，如果不是他们，就没有今天的我，谢谢你们。陆文昭和林墨白脸上皆是如出一辙的柔情，他们的目光追着江冉一瞬不瞬，仿佛台上的那人就是他们的全部。颁奖典礼圆满结束，为了庆祝江冉得奖，陆文昭和林墨白带他去度假购物。在去往度假地的途中，江冉问起颁奖礼时的电话，姐姐是不是给你们打电话了？我领奖前隐约听到了他的名字，不用管他，他想要故技重施，试图放火引起注意。学长，你别这么说。江冉软软的辩驳，姐姐也只是想引起你们的关注，没有坏心的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学长和哥哥不是为了陪我，姐姐也不会想出这样荒唐的办法。要不我们回去看看姐姐吧，姐姐生气骂我的话，我就当没听见就好了。
江冉一双眼湿漉漉的，像是受到委屈的温顺小猫。陆文昭心疼的把江冉揽入怀中，冉冉你就是太善良，才会一直被他欺负。林墨白也在一旁附和，冉冉不要自责，是他太跋扈，太欺负人。话音刚落，林墨白的手机响起，对方自称是京城的警察，询问他是不是林烟雨的亲人。林墨白还未回答，陆文昭就冷哼了一声，警察？林烟雨胆子不小，敢找人假扮警察。你好，凌晨接到报案，城南别墅区的其中一栋别墅发生了火灾，监控显示林小姐回别墅后，直到房子彻底烧毁都没再出来，因现场烧毁的太严重，只找到部分物品，极可能是林小姐的。陆文昭脸上嘲讽之意更甚，装死，告诉林烟雨这招数也没用，让她死了这条心。陆文昭拿走林墨白的手机，将号码拉进黑名单。林烟雨那样的祸害，怎么可能如此轻易的死去？私人飞机降落在一座气候宜人的小岛上，这座岛是陆文昭私人所有，如今一切布置都是按照江冉喜好来的。下午陪江冉去海钓时，陆文昭无意中刷到一条京城的新闻。新闻报道，京城城南别墅区的一栋别墅起火，因是深夜，消防员赶到时，别墅已烧得只剩残垣断壁。由于火灾猛烈，现场情况复杂危险，未能找到尸体。警方调取了附近监控，发现无人从别墅中离开，初步判定别墅内的人极可能已经死亡。陆文昭手指微动，划过这条新闻，有一瞬间的出神。文昭哥，来笑一个。江冉举着自拍杆凑近他，淡淡的茉莉香味萦绕鼻尖。陆文昭顺势搭上江冉肩膀，配合他拍照。这张照片不错，你觉得呢？江冉抬头，柔软的唇瓣不经意间的扫过陆文昭的下巴，两人吻在一起，气氛越发暧昧。别墅露台上的林墨白拿着手机，心中有些摇摆不定，犹豫半晌，他找到林烟雨的电话拨出去。你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林墨白打了2次方才后知后觉，他被林烟雨拉入了黑名单。林墨白气得将手机拍在桌上，却又有些莫名的心慌。他想到那些电话新闻，心底的不安越发沉重，可转念却又想到这些日子林烟雨的胡闹任性和那晚那场火，他又沉了脸，是要狠狠给他一个教训了，不然以后岂不是越来越无法无天。1周后，度假购物完的几人回到京城，陆文昭迫不及待地带江冉回到陆家。陆太太坐在古香古色的大厅中，不理会江冉的问好，满脸失望地看着陆文昭。是我没教育好你，烟雨出事没几天，你便带着他父亲的私生女到我面前，她好歹是和你一起长大的妹妹，你的心怎么能那么狠？陆夫人和林烟雨的母亲关系很好，林母去世后更是将林烟雨当作亲生女儿般看待。陆文昭给眼眶红红的江冉一个安抚的眼神，不以为然地反驳：妈，你被林烟雨骗了，她烧房子只是想引起关注，她那样嚣张跋扈的一个人怎么舍得死？陆夫人定定地看他几秒，连连摇头叹息。你不信我的话，那警察的话你总该信吧？你现在就带林墨白一起去警察局领取烟雨的遗物，到时你就知道烟雨有没有骗你。陆文昭脸上神色变幻，语气却依然坚定。不可能，林烟雨上次故意放火就是为了引我和墨白过去。江冉柔柔弱弱地开口：阿姨你误会了，因为姐姐以前欺骗过文昭，她才会不相信。是不是真的？你亲自去看一眼不就知道了？陆文昭胸口剧烈起伏，连连点头。好，我这就去，我倒要看看他还想耍什么花招。他转身大步向外走，却忘了江冉，直到江冉气喘吁吁追出来，陆文昭这才怔怔停了脚步。不知为何，他心底忽然有个很不祥的预感，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车上陆文昭面色阴沉的几乎要滴出水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一连3次电话里都是这道声音。陆文昭拨通林墨白的号码，电话没人接。江冉见陆文昭连眼角余光都未落在他身上，捂住胳膊轻轻地嘶了一声。陆文昭依旧没有任何反应，2次电话都没打通。陆文昭莫名烦躁不已，眼中戾气横生。再开快点！司机应一声，踩油门的力道加重。江冉小心翼翼地扯他的衣摆，文昭你别这样，我害怕。若是以往，陆文昭早已缓和面色，将他揽入怀中轻哄，可如今他只淡淡扫了他一眼，就又皱了眉，浓烈的不安涌上心头。江冉楚楚可怜道：文昭哥，你说姐姐真的出事了吗？她那么爱美又怕疼。陆文昭仿佛冷笑了一声，你说的没错，她又娇气又怕疼，所以这次她仍旧是在骗我。江冉靠在他怀中，嗓音又轻又软，姐姐只是太在乎你们才会昏了头，你不要生她的气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能讨姐姐喜欢。可陆文昭仿佛没听到，没有做出任何回应，那张平静的脸却又仿佛透着暴雨欲来的阴翳。江冉心口一颤，不敢再开口。车子转过最后一个弯，到了城南别墅区。陆文昭不敢置信地下车，熟悉的老地方，但他眼前已是一片废墟，看得出来当时应是烧了很久，很多东西都化成了灰，灰烬在被水浇过，有的渗进了焦土里。废墟中，林墨白双膝跪地，手垂在身侧，正在滴血。他猛地想到在游轮上看到的那则新闻，原来朋友说的全是真的，打给林墨白的那通来自警察的电话也是真的。陆文昭踉跄上前几步，他看着林墨白一脸惨白的青男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几天没回来就变成这样了？烟雨这次没有骗我们，房子是真的烧毁了。林墨白蓦地站起身，他双眸血红，
挥拳重重砸在了陆文昭脸上。陆文昭一时不察，被打得重重跌倒在地。江冉惊呼一声，想上前去搀扶，陆文昭却一把推开江冉，和林墨白扭打起来。很快两人身上都挂了彩，直到打得脱力才被人拉开。林墨白瘫坐在地上，面如死灰。我为什么要信你的鬼话？那天我为什么不接电话？如果我相信他，我及时赶回来。不，烟雨肯定还在里面，我要去把它挖出来。林墨白像疯了一样爬到废墟前胡乱地挖着，朋友们拼命劝，可林墨白根本不听。陆文昭却抹掉脸上的血，站起身向外走。不是说没找到尸体吗？烟雨一定还活着，他只是生气了，故意烧了房子，想让我们以为他死了。林墨白灰败的眸底瞬间有了光彩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烟雨没死，我现在就让人去找他。他手脚并用地爬起来，跌跌撞撞地往外走。文昭哥啊！江冉心急如焚，也想追出去，却一步踩空，重重摔在了烧焦的残垣上。林墨白像是根本没听到他的声音和哭喊，陆文昭也没停步，只是交代了助理送江冉去医院，就头也不回上了车。两辆车疾驰而去，很快没了踪影。陆文昭与林墨白一前一后赶到警局，林墨白表明身份，提出要看监控，调出监控看完，年轻警察将林烟雨的遗物拿出来，监控显示林小姐自回到别墅后就再没出来，很可能已经葬身火海。这是在现场发现的一部分物品，透明塑料袋中装着一颗钻石，以及块看不出圆形的红色手串。这钻石的形状和林烟雨母亲项链上的钻石一模一样。当看清后，林墨白脸上血色尽数褪去，白的吓人。这是烟雨最看重的手串和钻石项链。林墨白低声喃喃着，喉咙仿佛被堵了一团棉花，让他的嗓音变得格外嘶哑难听。胸腔中似乎有双手在来回的撕扯着他的心脏，疼痛难当，巨大的悔意铺天盖地的袭来，将林墨白整个人淹没。陆文昭只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前一阵一阵的发黑，几乎站立不稳。江冉赶来时，陆文昭的状态已经很不对劲。文昭哥，姐姐到底……他话还未说完，陆文昭猛地转头，他一瞬不瞬看着他，神情可不到了极致。江冉瑟缩了下，声音越发楚楚可怜。文昭哥，你怎么了？他双目赤红，声音低哑，都是因为你烟雨才会想不开。你没出现的时候，我们三个人好好的，就是你这个贱人挑拨离间，我才会误会烟雨。江冉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文昭哥，我知道姐姐去世你很伤心。江冉又如之前那样红着眼落泪，可话未说完就被陆文昭一把推开。滚！江冉忙又含着泪看向林墨白，可林墨白只是冷漠地移开了视线。江冉正然坐在地上，心底渐渐一片雪凉。我在西方的某个小国定居下来，这个国家的生活节奏很慢，我每天睡到自然醒，去超市买菜，回家做饭，饭后我会画画设计稿或是感兴趣的东西，闲暇时间我会出门走走，什么都不想，彻底的放空自己。国内的一些消息偶尔还是会传到我耳中，比如我的死讯上的新闻，再比如陆文昭和林墨白在不计一切成本的对江冉母女赶尽杀绝。林墨白在网上爆出江冉得奖的作品是盗用他亲妹妹的作品，并拿出了一系列证据。原本因为获奖变得炙手可热的江冉，瞬间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不止如此，陆文昭和林墨白还收回了他们送给江冉的所有贵重礼物。江冉的母亲被爆出是插足别人婚姻的小三，而她是私生女。在看到和他们有关的消息，我已经心如止水。太阳升起，明媚的阳光洒落大地，这是属于我的新生。在这里住下1个月后，我开始找工作，用新的身份。9天后，我成功入职新公司，公司的同事大都很友好，也很热情。领导是个打扮时尚的漂亮女人，在工作中她帮了我很多。渐渐的，我在公司站稳脚跟。近2年时间一晃而过，我结识了新朋友，也不乏有人追求，但我目前没有恋爱的想法。我报名参加了国际设计师比赛，目前正在初选当中，节目会在另一个不远的国家举行，也有很多人在关注这个国际赛事，我为此做了不少准备。这日，上司琳达告诉我，公司有意与港城的某家公司合作，准备派我去出差。琳达从电脑数据中抬起头来，你是华国面孔，中文又流利，与他们交流会更顺畅些。我试图推掉这次出差，但这么重要的工作，我如何能够胜任？那个国度有陆文昭和林墨白，我不想踏进去，哪怕出差地是在港城，可我要拒绝一切相逢的可能性。琳达给我一个安抚性的微笑，出差名单已经递交上去，我会和你一起，放心，不会有任何差错。我只能准备出差事宜，为了确保不在港城遇见那2人。晚上，我登上许久未用的微信，点进某个群，群里有20几人，一向热闹。我没兴趣一点一点翻看群里少爷小姐的奢侈生活，直接搜索2人的名字。这近2年时间里，陆文昭把江冉的名声彻底搞臭，他也没好到哪去。1年半前，江冉声称怀了他的孩子，在媒体面前哭诉。陆文昭因为这件丑闻很为长辈不喜，不到1月，江冉在家摔倒，孩子没保住，江冉母女也被林家扫地出门，母女俩离开京城，去往一个2线城市生活。但是有陆文昭和林墨白的人盯着，他们的日子过得不会太好。从他们的对话里，我知道陆文昭在魔都出差，林墨白不知踪迹，没其他有用的讯息。我退出微信。5天后，我与琳达、
以及另外2位同事一起出发，飞往港城出差为期1周。想来不会那么倒霉，恰巧碰到那2人。到港城后，除非必要我才会出门，其余时间我都待在酒店，绝不踏出半步。离开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参加践行宴，践行宴在一家著名会所。进去时，我察觉到有人在看我，可当我看过去时，却发现那里空无一人。我心中升起不安，泛至中旬。我借口去上洗手间，拿上包准备溜之大吉。谨慎起见，我特意从后门走。港城交通拥挤，我在树荫下等车，突然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那脚步声很熟悉，我内心反而平静下来。直到脚步声在我身后停下，陆文昭颤抖又小心翼翼的声音传来：“烟雨，是你吗？”我没有回头，垂眸继续看手机。陆文昭绕到我面前，他怔怔看着我，一步一步上前。烟雨，我知道是你。我抬头，脸上露出几分疑惑。先生，你是在叫我吗？近2年时间的流逝，我的长发剪去，变成了及肩的中短发，穿衣风格也与之前大不相同，妆容气质也都完全变了。陆文昭眼底隐隐泛出赤红。烟雨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气，当初是江冉骗了我，我才会做出那些伤害你的事，但我已经后悔了。烟雨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江冉的招数并不高明，甚至可以说是低劣，但他和林墨白却都毫不犹豫地信了。我不止一次的想要缓和关系，换来的却是陆文昭变本加厉的凌辱。我喜欢的人和我的亲哥哥都越来越偏袒江冉，江冉的母亲还是破坏我母亲婚姻的小三。江冉母女对我来说一直是外人，真正伤我的是我看得极为重要的陆文昭和林墨白，他们一个是从小到大的青梅竹马，一个是血脉相连的亲哥哥。这样的2个人却毫不留情地举起尖刀，刀刀往我心口要害处刺，刺得我千疮百孔，鲜血淋漓。快2年过去，伤口愈合，留下累累疤痕。伤口不再疼，刺伤我的人自然也不能在我心底掀不起半分波澜。我报了警，这么久未见，陆文昭不复以往的意气风发，整个人透着一股颓然。在我预想中，没了我这个讨厌的人，陆文昭也许会伤心几天，就会继续和江冉逍遥快活。没想到我在他心中的地位还挺高，只是谁稀罕呢？警察很快赶来，这位先生认错人，一直纠缠不放。我表情无奈，拿出自己的证件，我叫叶繁星，一直都叫这个名字。不，你就是烟雨，不是什么繁星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不可能认错。陆文昭看了证件，却依然不肯相信。那你有什么证据？我问。陆文昭顿时语塞，我知道。他那里一张我的照片都没有，就连小时候的合照，我也早已亲自登门向陆阿姨要了回来。决定离开前，我将所有照片都烧干净，半点不留。我轻笑出声，看你连证据都拿不出来，空口白牙的说我是你认识的人，谁会信？陆文昭神色黯然，好一会儿才开口，烟雨，我知道你心里怨恨我，但没关系，我会一点点弥补的。那栋房子我会重新找人修建还原，保证和以前一模一样。你什么时候有空我带你去看。我不想听这些废话，请求警察帮我拦着陆文昭，这才回了酒店，和琳达解释一番为何会中途离开，再打开软件准备买最近离开的一班机票。翌日8点，我打开房门，果不其然，陆文昭守在门口。陆文昭的衣服皱巴巴的，下巴有青色的胡茬，眼下也有青黑，显然他一夜未睡。看到我，靠墙的男人刷得站直，眼底也有了亮光。烟雨，你醒了。我说过我不是林烟雨。我语气淡淡，有这时间来纠缠我，不如去寻找真正的他。我径直越过他往外走去，陆文昭却又跟上来。最迟中午，江冉母女就会亲自跪下向你道歉。他们2人躲到小城市，依旧避不开陆文昭的报复。2人的存款有限，不得不找节衣缩食，眼看着存款见底，沦落到借网贷度日。我对他的话充耳不闻，到大厅与同事集合，陆文昭不远不近地跟着我。那男的是你什么人？还挺帅。琳达问。我低头看着手机，漫不经心回他，不认识。登机前，我的机票出了问题，无法乘坐这趟飞机。我没有半分波澜，以我对陆文昭的了解，他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做，放任我离开。我让琳达3人先离开，我留下来处理这些事。我拉着行李箱在机场大厅中扫视一圈，轻而易举地找到陆文昭。春寒料峭，他身着灰黑色大衣，身姿笔挺，在人群中格外显眼。他眼巴巴地看着我，我冲他勾了勾手指。陆文昭面上一喜，立刻大步走了过来。烟雨，我的机票是你动的手脚，我用的是肯定句。陆文昭坦然承认，是我做的，我不可能轻易放你离开。我冷漠地看着他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开吗？因为你和林墨白在我心里已经死了，因为你们2个人对我来说，连无足轻重的陌生人都不如了。陆文昭变得慌张起来。烟雨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会尽全力弥补你，求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？他语气卑微，一点不像曾经的天之骄子。不，你不是被江冉蛊惑，你只是觉得我那么在意你们，永远舍不得离开你们。好在你们足够狠心，让我能在日日夜夜中辗转难眠，疼痛难当，直到彻底将对你们的感情剥离。陆文昭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的褪去，一双眼却红得吓人。他动了动唇。烟雨，不要叫我，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陆文昭几乎是狼狈地移开视线。墨白在赶过来的路上，你见见他再走吧。
好吗？不必，我冷漠拒绝，我只想尽快离开，离你们远远的。我回到酒店，林墨白却先一步赶来，他手上拿着一沓文件，一看到我便红了眼。妹妹，我把给江冉的所有东西都要回来了，马上就可以转到你名下，只要你签字就行。他拿着文件的手在微微发抖。我也不求你马上原谅我，我只求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。可无论他说的多么情真意切，我都神色淡淡，半分波动都无。我是真的已经彻底将他们放下，哪怕放下的过程撕心裂肺，几乎要我半条命。不用，我看着他们，我不会原谅你们，也不会报复。林墨白，陆文昭，这话我只说一次，不用试图弥补，我不需要，也不要再来打扰我。林墨白苍白的嘴唇微动，却什么都没说。他了解我，如果我歇斯底里，狠狠地骂他，甚至是打他一顿，他们之间的感情还有挽回的余地。可我这么淡定，甚至一句指责的话都没有，他就明白我是绝不可能再回头了。江冉和他母亲被陆文昭的人带到我面前，我几乎要认不出面前的老妇是江冉妈妈。眼前这个人身着深色衣衫，素面朝天，眼角纹路细密，两鬓斑白，像60-70岁。江冉一时满脸憔悴，不复以往的娇嫩，不到2年时间被折磨成这般模样，显然吃了不少苦头。不得不说，看到他们的现状，我觉得痛快，但痛快的同时又不免泛起悲凉。当初陆文昭和林墨白多宠江冉啊，林墨白对江冉妈妈又是怎样的尊敬？我曾因为他们的维护和偏袒，受尽委屈，吃尽苦头。可在我离开后，他们却又很快迁怒于江冉母女，他们的爱恨、喜恶，原来都这样的廉价。我承认我恨江冉母女，对他们深恶痛绝，厌弃至深。但如今，我更厌弃陆文昭和林墨白。如果说江冉母女是纯坏、纯恶毒，那陆文昭和林墨白就是愚蠢而又盲目自大的助纣为虐。我不想再看到江冉母女的惨状，更不想再看到他们两人移开视线。想让我见的人也见过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林墨白失魂落魄站在原地，陆文昭让人把江冉母女带走，他望着我惨淡笑了。烟雨，哪怕你恨我怨我，我也不会再让你离开了。我被迫留下，依旧住在酒店。后来的日子里，两人对我极尽讨好，但我不再有半点回应，也不再开口说一句话一个字，甚至最后干脆闭口连饭也不肯吃。最终，林墨白拗不过我，和陆文昭沟通后放我离开。在港城停留的第17天，我坐上返程的飞机。我知道陆文昭和林墨白肯定也在这架飞机上。10几个小时后，飞机落地，回到家中，我痛快地补了个觉。醒来后，发现隔壁的小夫妻不知何时已经搬走，有新邻居搬了进去，动作这么迅速，不出意外，新邻居是陆文昭和林墨白。果不其然，接下来一段时间，我经常碰到他们。这日傍晚，我聚餐回来，见到陆文昭在路灯下站着，身影聊天十分的落寞。见到我，他才缓缓站直了身子，强挤出一抹笑：“烟雨，你回来了。”我没理会，继续往前走。他从口袋里掏出锦盒打开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你戴上一定漂亮，是一只很漂亮的手镯，镶嵌着无数的宝石。他手上有很多伤，但我只是淡淡瞥了一眼就收回视线。我不要。林烟雨，你到底要怎样才能原谅我？陆文昭近乎崩溃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，我停步回头看向他，你永远消失在我眼前，我就原谅你。烟雨，你真狠心。我轻笑了一声，再没有回头。那天后，陆文昭一连几天没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也正好乐得清静。我将绝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设计师比赛上，闲暇时间都用来画设计稿。复试过后，半决赛的设计稿也交了上去。5天时间一晃而过，我得到进决赛的通知。为了庆祝，我邀请了琳达和几位同事到家中吃饭。备菜时，林墨白按响门铃，见我开门，林墨白将手中的盒子递过来，这是我从米其林餐厅买来的，都是你喜欢吃的。我说过很多次，我不需要，不要再做无用功。林墨白脸上笑意惨淡，烟雨，是不是无论做什么，你都不会原谅我？我再往前走，希望你也能。林墨白沉默半晌，下个月妈的忌日你回去吗？2年前妈的忌日我没敢去，我很抱歉。我恍惚了一瞬，想到那天打给林墨白的电话，他宁愿去陪江冉母女看宠物产仔，都不愿在妈妈忌日的那天去陪她。好在妈妈还有我，哪怕到了另一个国度，我也会时常祭拜她。今年的忌日自然是要去的。我摇摇头，不用和我说抱歉，这话你应该和妈说。林墨白又说了一声对不起，提着东西黯然离开。琳达走过来，我轻轻搭在我的肩膀上，又是你的追求者？不是，以前认识的人。许是见我神色不对，琳达没多问，转而问起比赛接下来的流程。提到比赛，我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，很快就忘记了那些糟心的旧人和旧事。决赛那天，我穿着黑色小礼服坐在台下，林墨白西装革履坐在观众席，陆文昭没来。当主持人念出我的名字时，全场有一瞬间的寂静，接着掌声雷动。我在万千注视中站起身来，一步一步地往台上走去，亲手捧住了这份在2年前就该属于我的荣耀。我感谢了同事们的帮助，琳达的提点，以及在天堂的妈妈，丝毫没提林墨白。下台时，林墨白忽然匆匆走过来，烟雨，陆文昭被江冉刺伤，你要不要去看看他？死了吗？
没死但伤得很严重。我不是医生，去看他也无济于事。林墨白黯然站在原地许久都没有说话。妈妈忌日前，我已经飞回了国内。忌日那天，林墨白早早等在酒店大厅，接我一起去妈妈的墓地。车停在墓地外，我和林墨白一起下车步行。他买了很多祭品，仿佛要将那年缺的都补上。墓碑上妈妈的笑容依旧慈爱又温柔。风扬起我的裙摆，我手上拿着奖杯，絮絮地和妈妈说着话。林墨白站在一边，自始至终都很沉默。离开时，我还是没忍住哭了。林墨白红着眼问我：“妹妹，是不是我和文昭无论做什么，你都不会原谅我们？”我擦干了眼泪，平静开口：“我可以原谅你们，只要你们永远不再来打扰我。那些日子的煎熬我不会忘，也永远不可能和他们回到从前。伤口愈合，但伤疤仍在。我不想把自己的人生浪费在仇恨中，所以我要忘却，要往前看，往前走了。”林墨白眼中最后那一线微光也暗淡了。他苦笑2声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将你的意思转达给文昭。他嗓音带了丝哽咽，我会从你隔壁搬走，不再打扰你。我想问以后你会回来吗？以后的事情说不准，不过目前为止我没想过回来。京城除了妈妈，没有值得我思念的人，回与不回也都没那么重要了。第二天早上10点，我退了房，在酒店大厅看到面色苍白的陆文昭，他坐着轮椅，左脸裹了纱布，是浆染划伤的，并不致命，但很可能会留下伤疤。烟雨，他病号服外套了件外套，整个人看起来很瘦很憔悴。我步子没停，陆文昭让人推着追过来，拦在我面前。烟雨，我有话想对你说，我保证这次说完以后绝不再纠缠你。我停了脚步，对他点点头，希望你说到做到。墨白哥昨天和我谈了一下。陆文昭咽下喉头的色意，烟雨，你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再给我机会了？对，我毫无半点犹豫，如果可以，我希望以后不要再见。陆文昭怔怔然看着我好一会儿，才苦笑点点头，我知道了，烟雨，我保证以后都不会再去打扰你。可是在我们分别前，你能不能再让我抱抱你？不能。我冷淡摇头，就这样吧，陆文昭，希望我们再也不见。我转身离开，明明是春天的风，却有落叶被吹下枝头，叶子打着旋落在地上，被人一脚踩上，发出细微的声音，无人关注，无人在乎。回到公司，我重新投入的工作当中，因为获得一个很有含金量的奖，我的薪水水涨船高，工作也比以前忙碌。上班的第2天，林墨白从隔壁搬走回到京城，那栋房子暂时空置下来。1年后，房子住进一个年轻男人，他和我一样是东方面孔，名叫顾平生，是个幽默又帅气的男人。了解一些后才知道他也在这里工作，2家公司相隔不远，上下班时间相同，是以经常能碰到。几月后，他表露出对我的喜欢，我没有答应，顾平生却不愿放弃。他很有分寸，从来不会在任何事情上让我为难。我也喜欢和他相处，只是暂时没到可以与他恋爱的程度。又是2年过去，春节时，我从林墨白那里得知，江冉妈妈于上月去世。江冉当初因杀人未遂，被判9年有期徒刑。寒风呼啸，我却不觉得冷。林墨白又絮絮说了很多，没有提起陆文昭。我听说陆文昭近1年因为胃出血住院2次，哪怕在住院也控制不住的酗酒，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。说完，江冉妈妈林墨白鼓足勇气问：“烟雨，你回来过年吗？”不了，我在这里很好。2个月前，我又拿到了一座奖杯。京城不值得留恋，努力工作，获得更大的成就才是我目前的追求。我走在室外，沐浴着难得的冬日暖阳，只觉得浑身的毛孔都舒展开来。前方，顾平生逆光站立，阳光将他的发梢染成金色，映衬的那张本就俊逸的面孔越发惹眼。我的心跳似乎漏了一拍，收起手机，我冲着等待的顾平生挥挥手，他笑着向我走来，眸中倒映着我的身影。其实谈个恋爱好像也不错。